市值超100亿的生物公司竟然造假疫苗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口罩时期你接种的是哪个疫苗？有没有荨麻疹、感冒好的慢等后遗症？打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其实关于后遗症这个问题，目前没什么科学证明，也有可能是咱们免疫力下降导致的。今天咱们来聊聊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。2018年之前，长春长生还是市值200多亿的 A 股生物明星股，股民说它业绩稳、潜力大。可自从国家药监局一纸通报寿爷疫苗之王一文引爆全网后，这家公司用连续跌停刷新 A 股纪录的操作，把2.48万户家庭的积蓄拖进了深渊。200亿市值咋变成废纸？股民的血汗钱咋一夜蒸发？6年过去，那些被坑的家庭还好吗？先说说长春长生暴雷前的繁荣假象。2018年7月之前，这家公司在 A 股可是香饽饽，主打狂犬病疫苗、水痘疫苗，每年营收10几个亿，净利润稳定增长，被不少股民当成生物科技潜力股。当时券商研报还吹它疫苗产品线丰富，市场占有率高，连不懂行的大爷大妈都听劝买了点，想着医药股稳能赚点买菜钱。数据显示，暴雷前有2.48万户股民持有长春长生股票，户均持股1万元，看似不多，但实际上不少散户砸了10万、20万进去，有的是给孩子攒着大学学费，有的是爸妈一辈子的养老钱，还有的是小夫妻准备买房的首付。可谁能想到，这稳赚不赔的股票会变成吞钱的黑洞？2018年7月15日，国家药监局突然发布通告，长春长生生产的狂犬病疫苗存在记录造假病毒，培养时间不够，试剂纯度不达标，检验报告瞎编。11万支没战斗力的假疫苗已经卖到27个省。消息刚出来，股民还没反应过来。7月22日，寿爷的疫苗之王一文直接炸了锅，把长春长生的造假历史、高管操作全扒了出来。全国人民都在骂黑心企业。接下来的剧情堪称 A 股史上最惨烈的财富清零现场。7月13日，长春长生股价还是24.55元。7月16日开盘直接跌停22.1元，之后更是开启无限跌停模式，一天接一天的10%跌幅，刷新了 A 股连续跌停的记录。有股民回忆，刚开始还想着跌几天总会反弹，结果眼睁睁看着股价从24块跌到10块、5块、3块。中间只反弹了一天，然后继续跌，跌到1.36元的时候，账户里的20万只剩1万多，跟废纸一样。更狠的是，这连续跌停让股民连割肉逃生的机会都没有。A 股的交易规则是价格优先，时间优先，跌停的时候想买的人少，想卖的人排成长队，根本卖不出去。有个上海的股民说，每天早上9点就坐在电脑前开盘就得卖出，结果连续15天单子都挂在那儿，一股都没卖出去。看着账户里的钱从60万变成3万，最终只能和老婆说对不起，然后就离婚了。2.48万户股民，户均1万元本金，总投入就是2.48亿元。但实际上，只有10万以上的散户不在少数，保守估计总市值至少10亿元。3个月时间，股价从24.55元跌到1.36元，跌幅高达94.5%。也就是说，10万块进去，最后只剩5500块。94500块直接蒸发。到了2019年，公司最终以停盘 ST 和退市收场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投入长春长生的钱不是闲钱，而是刚需钱、学费、养老钱、买房钱、看病钱。这些钱是家庭经济的安全垫，一旦没了，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就会陷入危机。有经济学家算过，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不仅导致股民直接损失超10亿元，还引发了疫苗信任危机，导致其他生物疫苗股股价下跌，整个疫苗行业的市值蒸发了上百亿元，更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。有家长因为怕疫苗有问题，不敢带孩子打疫苗，导致后续流感疫苗、水痘疫苗的接种率下降，增加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。而传染病一旦爆发，又会给医疗系统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。更讽刺的是，长春长生的造假成本和股民损失根本不成正比。虽然最后公司被罚款91亿元，董事长高俊芳被判无期徒刑，但其儿媳竟然还在社交媒体上秀豪车。长春长生事件给所有人都上了一堂惨痛的课。2018年之后，国家修订疫苗管理法，把疫苗当成特殊宝贝来管。以前造假罚款几百万了事，现在最高能罚5000万，还得坐牢。
以前厂家出问题，换个名字接着干，现在只要造假许可证吊销，永远别想再涉足疫苗行业。这从经济层面大大提高了企业造假成本，让企业不敢轻易冒险，保障了疫苗市场健康，维护了经济秩序。还有信息透明度这块，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以前家长想查疫苗来源比登天还难，现在打疫苗手机扫码，疫苗的厂家批号、生产日期、检验报告全都清清楚楚，就跟查快递物流一样方便。我有个朋友给孩子打流感疫苗，扫完码发现是长春长生生产的，现在被收购重组了。心里不踏实，又去国家药监局官网查抽检，结果确认合格才放心。信息透明对经济运行太重要了，它让消费者信任疫苗，更愿意接种。当大家多积极接种疫苗，群体免疫就能形成传染病，传播风险降低，经济就能少受疫情干扰。要是人工因为接种疫苗减少患病缺勤，企业生产就能稳定，医疗资源也不会因为传染病爆发被过度占用，社会经济就能平稳运行。2020年你打新冠疫苗的时候，有没有特意去查厂家和批号？现在给孩子打疫苗会不会扫码？查信息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，看看大家是不是都成了疫苗安全小卫士。其实从长春长生到疫情疫苗，我们该明白，疫苗安全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越管越严。以前我们怕疫苗有问题，现在有办法解决问题。以前厂家说了算，现在监管技术、消费者一起盯着。监管是安全阀，技术是追踪器，我们自己是最后防线。当然，咱也不能放松警惕。现在还有人觉得进口疫苗比国产好，其实疫情期间，国产新冠疫苗保护率和进口的一样，还更适合咱中国人，价格也实惠。还有人觉得打疫苗没用，这可大错特错。要是没疫苗，2018年狂犬病病例可能大幅增加，2020年疫情更没法控制。疫苗依旧是预防传染病的神器。关键是我们要学会选对疫苗，查好信息，留好凭证。从经济角度看，合理选择疫苗不仅保障个人健康，减少患病医疗支出和工作损失，还能通过提高群体免疫，促进经济稳定。选性价比高的国产疫苗，防疫效果有保证，还能降低社会疫苗采购成本，让医疗资源用得更合理。长春长生假疫苗是个惨痛教训，疫情疫苗是进步成果。这几年我们不是在害怕疫苗，而是在学习怎么让疫苗更安全。希望以后再也没有假疫苗，每个孩子打疫苗，家长都能安心；每个成年人打疫苗都知道这一针靠谱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觉得有用，记得转发给身边人。